大家好，我是大伟。老年痴呆的人啊，我遇到过很多，也对这个问题啊做过深入的研究。这个问题啊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我给大家简单的来讲一下啊。首先第一个啊，就是刚开始的时候啊，你会发现你的记忆能力突然偶尔的会有一些忘事啊，就是记忆能力下降，有些东西啊突然一下子就忘记了。然后随着你的时间变长，你会发现你的大脑当中的一个空白量是越来越多忘记的事也是越来越多。不过有一个特点就是说你小时候发生的事一般来说是不容易忘记的，就是容易忘记近期发生的一些事情。然后再到后面呢，就开始有一些记不得路了记不得人了。逐渐的开始，你的讲话能力开始有一些磕磕巴巴的，讲话能力别人都得靠猜，你自己想说呢，你也不知道怎么去组织语言。再到后面你的就是小时候一些经历的问题除了一些非常深刻的，都开始逐渐的忘记，到最后你就什么也记不得了这个老年痴呆这个问题其实非常难，难在哪里呢？就是说它现在也没有一个特别好的解决方法，唯一一个能够预防的是什么呢？就是经常去活动我们的思维去做一做手上的一些思维操那么今天呢，我给大家分享2个手上面的思维操，这2个动作我是感觉是非常好的，也非常简单，容易练习的。特别是你在平常的时候没事的时候还能去把玩把玩。这2个操分享给大家，大家感觉有用的可以在评论区下方打上有用2个字，一次跟着我就能学会的，也可以在评论区打上已学会，让别人为你点赞。好了，我们话不多说，直接来教动作。第一个动作非常简单，它是能够锻炼你大脑意志力和控制力的动作这个动作可以勤加练习。你看，大拇指互相点上然后呢，我们把手握在一起再伸直，再握在一起，再伸直，再握在一起，再伸直这个动作是不是看起来非常简单？但是它有一个要求你们一定要达到什么呢？大拇指点在一起的时候，我们握在一起的时候，指尖千万不能露出这种缝隙。比如说做个错误的给大家看，你看，一做的时候手就散开来了，一做的时候手就分开来了你们这样做就不行。这个动作练习的时候最好对着镜子去做，自己这样观察得更清楚一点。你看，你想让手不出现缝隙，并且把它捏在一起既锻炼了你的力量，又锻炼了你的大脑控制能力。好，慢慢的伸出来，2、3、4、5做完以后这里会酸酸的都正常的做完了5遍，换手，你看，再来1、2、3不能出现空隙指尖不能留空隙，4、5，好，做完了以后再换手，再来非常简单，1、2、3、4、5，好，刚刚那组就做的比较快了简单大家做一下。大家做的时候一定要记住手在折的时候不能这个有空隙，一定要用意念去控制好它。你们集中注意力做的时候看着手去做，你就有这种感觉就用意念去控制手，这种感觉是非常好的。好，我们讲完了第一个动作，来讲第2个动作。第2个动作是什么呢？你看我们首先把我们的手一定要张开来把手张开来，然后呢用我们的食指点在一起，2个食指点在一起，然后把我们的大拇指和小拇指点在一起，形成这样的一个姿势。你看，这样的一个姿势，大家把它做好。你看，手张开来，食指点食指，大拇指点小拇指。好，做完了以后呢，以我们的小拇指为一个轴，你看手这样一转，转过来，好，大拇指碰小拇指，再一转，转过来，还是大拇指碰小拇指，再一转，转过来，又是变成了最初始的样子。大家看这个动作我再做慢一些你看。食指和食指相碰，大拇指和小拇指相碰，然后呢，以我们下面这个点看转，转到我们的大拇指碰小拇指，再转，又转到我们的大拇指碰小拇指，再一转，回到我们初始的一个姿势做快一点呢，就是这样看，1、2、3， 1、2、3， 1、2、3， 1、2、3。1、2、3， 1、2、3整体做起来你会感觉特别的累，是什么累呢？一个是你的大脑要去控制，
就是你有时候啊做的时候做不好，他思维就会乱。乱了以后呢，你就不知道去点哪了，一绕就人就绕糊涂了。所以你的思维其实是在跟着你的手啊是一起转动的。第二个是什么呢？就是说你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啊，他手啊要求的是完全的打开，就像这样全部张开来。张开来以后呢，它是练习的你的哪里呢？整个筋啊，我们手腕这一圈，你会感觉发胀，都是正常的。所以这两个动作啊，它和我们其他做的动作不一样。其他动作做的动作，它有的是灵活手指的。我们这两个动作啊，是加入了我们的思维，就是一个专注模式。还有一个呢，就是你的手上的一个力量的一个练习。因为毕竟呢，我们手是我们身体的一个缩影。所以在这个做的时候啊，它既能锻炼到我们的整个力量，又能够增加我们的思维能力。这两个动作是非常好的，而且呢，这两个动作你可以在平常没事的时候啊，自己呢做一做啊，打发时间啊，就这样去做一做啊，非常的好。好了，今天这个视频啊就分享给大家，希望大家能够受益，同时把这个视频可以转发分享给身边的朋友和家人。我是大伟，感谢大家观看和支持，谢谢大家。大家好，我是大伟，今天咱们来讲一下膝盖。现在天气逐渐变冷了，很多朋友也隐隐的发现膝盖这个位置开始出现一些端倪啊，很多朋友感觉这个位置隐隐的有些不对劲，有的是风往里面去，往里面呼呼的钻，有的是一走路以后里面就开始这种咯噔咯噔的声音逐渐的变得越来越大。我们要知道，膝盖不好的话，是让你进入到一种非常两难的状态。怎么两难呢？我们任何一个地方，但凡比如说我们的膀子，对吧？那我如果这里受伤了，我就不动了，是不是？我不动了，我静养还不行吗？那膝盖不一样，它这个位置处于的地方非常尴尬。它只要出现了不好，那你动也不是，不动也不是，毕竟你不能每天都躺在床上。而且这个地方还有一个问题，我们经常很多人讲的练膝盖，每天他靠着墙去深蹲，靠墙蹲，或者是每天做固定的一些训练，反而有的人担心怎么样，里面过度的一个磨损，加剧了膝盖上面的问题。而且很多朋友他实打实的能够感受到这个风呼呼的往里面吹，怎么去办啊？今天大伟教你一套方法。这一套方法不用你跑，也不用你跳，你跟着我做完以后，你放心跑，放心跳，感觉就像膝盖年轻的20多岁一样。咱们话不多说，直接把动作分享给大家。大家如果感觉好的，评论区下方打上有用2个字，咱们一起来看动作。这个方法呢并不难，一共3套动作，大家一定要看一下。先开始的准备工作，我们把双手放在一起，这么转，来回的转到手心发热为止。一般来说的话，我们转上一个6下到8下，热了或者烫了都行，以烫为好。次之呢就是热啊，你热了烫了其实都可以。那么只要你手心上面发热了或者发烫了，我们把我们的掌心就这么对着我们的膝盖，我把腿抬高一些啊，你看手放在上面，来回的上下搓。这个膝盖的角度很重要，你千万不能说膝盖是弯着的，你可以把膝盖稍微直一些。你看我膝盖一伸直，这个地方是有2条明显的马路的，看到没有？那么我们要做的就顺着2条马路上下这么去搓。要不要抹油？不需要抹油，就这么上下去搓，搓到发热，搓到发烫，和你掌心的温度相同，就这么去搓。搓上多少下？一般来说的话，30下左右就差不多了啊，就这么去搓，搓到发热。那么我们做的时候，腿是略微的有些伸直，不用完全伸直，就这样去搓。你看我抬高一点给大家看，手这么放好，上下搓就行。但是一定有个很重要的是什么呢？我们可以把裤子一定要裸起来，把这边暴露出来，然后呢，或者是你把脚在泡脚的时候，一边泡脚，你看腿往前伸一些，一边这么去搓就按照这个姿势来。好，搓完以后，你的此时整个膝盖的面部会感觉热热乎乎的，感觉非常舒服。然后我们去找2堵墙，也是2把锁，在哪里呢？首先第一个是在下方这个位置就在我们的手指的这个位置，它叫内膝眼和外膝眼。那么这2个位置其实非常好找，你看我腿来回伸直的时候，这个地方有个小凹坑，有个小窝，你们自己去摸这你看这个位置有个小窝，腿放平了，这个曲起来也能感觉到2个小窝。找到这2个小窝以后，用你2个我们的这个大鱼际直接对上去，把大鱼际对着这个小窝上面，你看这么对好。来回的拨一拨，把大鱼际卡在这个窝上面，上下拨一拨，它是明显的有个窝左右这么转就行了。手要往里面微微发力你看从侧面看，手往里面微微的发力，往后带一些，左右转，把这个地方给转开。
很多朋友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里面是咯噔咯噔的响啊，感觉哎呦呦哎呦呦的啊，这个有一些不好啊，不适，甚至有的朋友做的时候，哎，说老师我脚底都有感觉，很正常啊，把这个地方给做开，做开了以后，你去验证一下，咱们这个动作做完验证一下啊，腿这么活动活动，两个腿都怎么样？这么弯一弯，活动活动，哎，你会发现左右腿开始出现怎么样差距了？一个腿感觉更轻，一个腿没做的感觉更重一些。好了，有这样的感觉，证明你这个动作做的是没有问题的。紧接着我们要找到上面两个点，膝盖是弯着的啊，弯着以后找到上面两个点，在哪里呢？你看非常简单，我们把手自然的就搭在膝盖上，就这么放好。大拇指可以指着我们的髌骨上缘，就是这个小盖子啊，小盖子的上方，手正常自然搭着就行。然后呢，我们把我们的大鱼际啊，这个大鱼际你看指上去以后往下压，压住以后往内这么转，那你看往下压，然后转，这么转啊，就这么转。你看从侧面看一下，你看压下去以后往前推，转一下回来，压下去往前推，就这么转，来回的就这么做。你把这两条大筋给它松开来，一定要记住这样做。那么有的朋友说，老师，我这个腿上啊，确实啊，这个比较的嫩啊，不像你啊，皮糙肉厚的。我手上抹点油行不行？可以抹油啊，这个动作可以抹点油，因为这个地方确实比较的嫩啊。有的女性朋友啊，她做的时候，你手上抹点油保护一下，那么就这样转，慢慢的转下来啊，往前推一推。你看下来以后，一定要往前送一下。再上去，再下来，画一个圆。其实这个动作累不累呢？倒是不累。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整个下去，你看身子往下一沉就下去了，往前一推再上来，完全是靠我们的身体和手腕的力量就能做起来啊！一气呵成。好，做完10下到20下以后，你再怎么样，再去活动活动啊，非常简单。咱们做完10下、20下以后，你把你的膝盖起来，再这么活动活动，你会发现这个腿啊完全不一样了。这边我们做的就感觉很轻松，而另一边就感觉很重啊，很沉。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动作只要你坚持去做，你会发现你的膝盖不仅怎么样不怕风了，而且呢你走起路来有劲了，膝盖里面有力量了。这就是今天咱们讲的干货，咱们每个人都可以做一做这么好的一个动作。大伟希望大家呢可以把它分享给身边的朋友、家人，身边有一些问题的朋友啊，你把它分享出去，别人也会很感激你。我是大伟，感谢大家观看和支持，没有关注的记得关注我一波，在别人那里或许是不传之秘，在我这里都会毫无保留的分享给大家，谢谢大家。大家好，我是大伟。你是不是每天都会感觉到自己很累很乏，即便什么事不做，身体都特别的感觉疲劳？其实我告诉你，很有可能就是湿气在里面作怪。湿气重的人啊，其实你要分辨起来真的是非常简单。首先你把舌头伸出来，舌头上面如果白如霜，而且这个舌苔特别的厚，旁边两侧有齿痕，这个都不用跑了，都是湿气重。然后你可以看一下我们出来的这些东西，有的朋友他出来的比较结实，而有的朋友他出来的是黏黏糊糊的，像水状一样，这些都是什么？湿气在里面作怪。湿气只要一重，人就会感觉到特别容易没有精神。这种情况你记住一句话，叫做天寒易去，易湿难除。很多朋友被缠着5年甚至10年以上的都有，而且都是反反复复。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怎么办呢？我今天教你一套非常牛的方法。这一套方法分为上下2步，你把它两者结合在一起，你会发现这些湿湿水水一概不留。那么这个方法是什么呢？大家一定要记住，脚底上面就有一个开关，叫做涌泉。那么我接下来先从动作开始演示。首先先看一下咱们的涌泉在哪里，涌泉者足心也，这个就是涌泉。然后我们要去怎么做呢？把你手掌中间的这个点叫做劳宫，劳宫对上你的涌泉，另一个手把我们的手掌中间的劳宫对着我们的足背，形成这样的一个姿势。在这个情况之下，我们进行一个反复的一个搓拉，就这么去做。所有的朋友们，你记住这个动作什么时候去做？晚上去做。而且我们这个动作只是一个前奏，你需要把涌泉这个口打开。你记住一句话叫做湿气喜聚足底，涌泉为其泄口。涌泉通则湿气泄，阳气生；涌泉堵则湿气聚，阳气散。涌泉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关卡，它里面不仅仅可以把我们的湿湿水水
请出来，还能够更好的让我们的这个阳啊往上升。我们手在做的时候，其实就讲白了一件事，就是我们讲的心肾相交啊，就这么去搓。你搓上1分钟，你会发现额头后背发热，脚底发热，这就是涌泉这个口给打开。但是光打开没有用啊，你光打开以后，你还得用我们接下来的方法啊，记住这个方法是一套的，成体系的，帮助了很多人1+1大于2。我们这样搓，大家跟着我搓完1分钟以后，就能感觉得到。所有朋友们，你记好，搓的时候一定是来回这么去转啊！只要你感觉做了1分钟，脚底热起来了，额头后背有一些微微的出汗，这就已经打开了。那么接下来我们讲下一个步骤。脚底搓完发热以后，大家记住，这叫升法，就是用你自己的能量把它升起来，但是这个能量是不足的，所以我们一定要请一些外援。这个外援叫什么？就是扶阳七君子，听名字就感觉非常厉害。什么叫做阳？大家一定要记住，它和我们的湿湿水水是相互制约的，就相当于我们只要把阳只要上来了，太阳高照，这些东西啊它都藏不住，都怎么样？悄悄的溜走了。但是反之，如果湿气成形，成这个乌云密布，把我们的阳光遮挡住，那么我们的阳就上不来。所以当我们自己把阳上来了以后，再请一些外援扶阳七君子以后，就能够把我们这些藏在里面的老的一些湿湿水水，老的这些寒的冷的都把它请出去。那么这个扶阳七君子是什么呢？我拿出来给大家看一下。大家看，就是我手上拿着的这盒南湿足贴，已经帮助了很多人请走了顽固的湿气。上面呢就写着扶阳七君子，给大家读一下啊：老姜、艾绒、桂圆、花椒、桂枝、当归、丹参，就这么7样。这7样组成的就是我手上这个小小的贴片，每天晚上把它贴在我们脚底的涌泉，白天就可以把它撕下来。坚持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水气啊逐渐的就出来了，而且你整个身体的状态逐渐就开始不一样了。我们来讲一下这个扶阳七君子，你会发现它是我们日常当中都听过的，而且都是有响当当名号的。比如说老姜、艾绒、桂圆、花椒。老姜、艾绒就像太阳一样，它是帮助我们生热的，把我们的这些冷的东西给它散出去。花椒和桂圆，一个呢它是入我们的脾宝，一个呢是能够窜走，在我们的这些主线当中窜走，再加上桂枝、当归、丹参，这些都是温阳，能够帮助我们往上升阳的。所以这7位君子组成在一起，各有神通，把它们组成在一起的这个小贴片贴在脚底，每天晚上睡觉的时候，就在你不知不觉当中，它就能把我们的小太阳从足底当中慢慢的升起来，把一些水的气从我们的脚底把它请出去。其实这个扶阳七君子啊，我自己也贴过一段时间，我给大家讲一下。有段时间我自己总是感觉没有劲，每天都感觉到特别的累，然后我自己呢看了一下舌头啊白，然后而且出来的黏糊糊的，我知道啊，这个身体湿气当中重的，我也没有吃乱七八糟的东西，我就把这个扶阳七君子每天贴在脚底，我贴了一段时间。当我第一天我把它撕下来的时候，我自己都惊讶了，上面沾着一层黏糊糊的黑色的东西啊，特别的脏。然后我撕下来以后，我一看上面都黏的，然后坚持我贴了一段时间以后，发现哎，上面的出来的东西越来越少，逐渐的变得干净了。这个时候我知道了啊，这些都是从脚底流出来的这些湿水，它被这个七君子给它请出来了。同时随着颜色变浅，我每天都感觉到哎，身上仿佛这个力量就用不完，身上有劲了，吃进去的东西出来的也不是那种成不了形的。所以呢，后来我就知道了，原来方法选对真的是非常重要。我把这个南湿足贴放在了我的橱窗当中，大家感兴趣的可以自己去橱窗当中自行获取。好了，今天的视频啊就分享到这里，大家一定要记住啊，选择对的方法永远比你尝试各种各样的方法靠谱得多。特别是咱们这个方法已经分享给很多的粉丝家人朋友们，有的朋友啊，他把那个照片发过来给我一看，我自己看着都是惨不忍睹，但是他们用完以后都竖起了大拇指，这是很多人的一种选择。好了，我是大伟，感谢大家的观看和支持，谢谢大家。
大家好，我是大伟。如果你的头上经常发沉发闷，每天迷迷糊糊的，或者是只要是天气变化、刮风下雨的，这半边总是感觉嘟嘟嘟这么跳着，感觉特别的疼。那么你一定要记住，在我们的头脑后方这个地方有一把锁，有很多的一些中老年朋友们，这把锁都慢慢的生锈了，都粘在一起了，紧上了。这个时候就是我们讲的它打不开了，经络完全堵上了。所以呢，我们今天来教大家一个方法，叫做八字锁，也是一个解锁的方法。头脑后面的这把锁，只要把它解开，你会发现一下子有一种气往上去冲，整个人一下子会感觉到无比的清爽无比的神气。好了，话也不多说，直接把这个动作分享给大家。大家感觉好的，评论区下方打上有用2个字，帮助更多的人。咱们现在就开始讲解动作。首先，咱们先来讲一下八字锁。什么叫八字锁？你看我手的一个手势，这个就叫做八字锁，像一个八一样。那么八字锁手只要一伸出来，你就会知道这个动作怎么去做。首先2个手指，竖着的2个手指对着我们的耳朵后方上下去推，就这么去做，3分力左右，别用太大的力，2个手同时去做。我带着你们一起做做个20秒左右就行了，20到30秒，也可以数20到30下，上下为一次，我们做20下就行。咱们很多女性朋友头发长，说老师我做这个动作我做不了怎么办？你拿你的小拇指这一侧贴上去，一定要贴着我们的耳朵这个边缘贴上去以后，小拇指上下捣鼓2下就可以了，就这么去做如果说你可以去上下推的话，你就跟我一样上下推，从侧面给大家看一下，你们看得更加明显，就这样去做。好，20秒很快就过去，我们做完了以后把手松开来，你自己先感受一下。你会发现后面有一些空空的感觉，还蛮舒服的。但是其实这个时候的感觉呢，并不是一个真实的，或者并不是一个持久的。我们必须要把整个八字锁做完，才能达到一个更好的一个状态。那么大拇指这个地方对的是哪里呢？对的是我们头脑后侧的一条线。我们给大家把它称之为叫风池风府。你看，把我们的手掌张开来，大拇指就这么平着然后把我们的中间对着我们的耳朵，这么一压。压下去以后，你们看这个大拇指所指的这条线，就是我们要做的这条线，非常简单手压着我们的耳朵，大拇指贴上去，就这条线。好，这条线我们先不用做它，我让你感受一下。我们把手2指放上去手就这么放上去，放在这里以后呢，你记好非常有意思你眼睛在动的时候，你看我们眼睛闭起来，左右动微微动，转圈。这个后面都会有一些小的绳索不断的跳出来，你看有没有这个地方其实和我们的眼睛也是相连的，我们把这条线打开，眼睛也会亮。你看怎么去做我们找到了这条线以后，你看2个手一搭这个线就出来了。那我们男性朋友一般是怎么做呢？是这样去推从我们的耳朵外侧这个地方往内去这么去推一条横线。女性朋友怎么做呢？女性朋友头发长，这么去推就不好做了，一般是跟着转你们跟着我转，我带你们转完，从外到内我们转10下这么转是转10下，推是推20下所以呢你自己看，你选择到底是转还是推。你看我这个已经做完4下了所以女性朋友呢可以跟着我去做，我们这个已经第5下了，就慢慢的来，你跟着我去做。我做的可能会比较快一些，因为这个动作呢我自己也经常做，像我有时候累的时候，我也会把这个动作做起来第8下好，第9下好，第10下，你看就这样慢慢的转过来。男性朋友就这样推。好，动作做完以后，你记住有个点睛之笔在哪里，就是我们2条线的中间，我手指的这个位置，大家看好就这个位置。这个位置它是一个小凹坑，你点进去以后，头上下动一动，左右动一动，你会发现这个地方是个小凹坑。我们把2个手指点进去以后转顺时针，头抬起来一些，往上昂一些顺时针转5下。好，转完5下以后，逆时针再转5下，就这么转，把这个动作做完顺时针5下，逆时针5下。好，做完了以后，你来再感受一下，所有的朋友们，如果你感觉到一做完以后感觉好了，状态好了，评论区下方打上有用2个字，你们的这2个字会帮助更多的人，让更多的人有精力去做这个动作。因为现在网上分享动作的人太多了，真假难辨，好不好是不是真东西，咱们做完了以后打上有用，帮助更多的人。感觉好的你也可以评论区下方帮咱们的视频点上一个赞，点上一个关注。
咱们很多人做完以后，是不是感觉眼睛变亮了啊？头上感觉轻松了，就是这样的感觉。你一定要记住，但凡是压着大石头的啊，这个你每天重重的、沉沉的啊，动不动半边就这么就嘟嘟嘟，它有这种跳着的这种疼痛感的，那么你就把后面的这个八字锁做起来，每天去做上一个2到3遍，咱们可以把它分开来，早上做一遍，下午做一遍，晚上的话看自己的状态，你也可以再做一遍。这个方法就分享给大家了，感谢大家观看和支持，我是大伟，谢谢所有朋友的关注啊，谢谢大家。